就一夜之间全都贴了。我们不贴这不允许出车，全都关了已经。测哪？叔叔，1米以外不让乘坐活动的人。测体温。好。今天是2020 4月4号，再过10分钟就要全国鸣笛。我现在走出家门，想看一看马路上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还有2分钟，现在是9点58，所以我就沿着马路往前走，看看到10点钟会不会所有的车都停下来鸣笛。按规定应该是鸣笛3分钟，无论汽车、火车、轮船，还有防空警报都会响起。10点了，我听见防空警报的声音了，有人鸣笛了已经。鸣笛其实也意味着中国这次的疫情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因为现在中国已经0确诊了。当然，除了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因为现在每天增长的人数就是国外回来这批人，而中国本地基本是0确诊。现在等于这个疫情是出口转内销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从我这2个月的生活去讲一下中国在疫情阶段是如何落实各种政策来取得这个阶段性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不是光医护人员牺牲换来的，我觉得是全社会一同努力，一起付出了一个巨大的代价换来的。顺着我这2个月的时间轴，我会一直往后讲。一开始呢，肯定是武汉戒严，第2天，居委会就来到了我家。那天早上他们是敲门，在门口，梆梆梆敲门。我说是谁呀？他说啊，我们是居委会的，我们来调查一下，统计一下数据等等。他问了很多相关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呢，就给了我一个出入证，然后同时呢，还给了我一个传单。而且当时我要开门，他们说别开门，咱们就隔着门说就行了。那时候他们就安全意识就非常强了。这一点呢，其实我就想说，国家出了一个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速度非常的快。我觉得这点当时我还挺吃惊的，我说哇，这速度好快啊！当然，这只是居委会在小区方面做的工作，其实各行各业在其他方面也做得相当的到位。那个阶段呢，无论其实是你吃喝拉撒睡，包括点外卖，其实都是有的，就没有断。反正生活保障非常的好。居委会大妈来我们家那天起，其实我们小区就已经完全的戒严了。怎么戒严呢？我们小区可能大概有6个门，6个门呢全部都关闭了，就留下一个正门是开着的。不管是快递也好，外卖也好，全都只能送到正门，这些人是进不来的，我们都要去正门去取。同时呢，小区物业他也会在大门口摆了很多的铁架子，上面写着几号楼，你的东西都放在这儿，就等于统一都集中到正门那块了。还有你的外卖也是单独给你弄一个架子搁在那里。等于从那天起，所有外来的人不许进入这个小区，除非你有那个出入证才可以。如果你要是外地回来的人，你是没有这个出入证的，你怎么才能有？你要在家隔离15天，15天过后了才能给你一个证件，你才能出门。小区物业方面也准备的十分的周到，就会在我们大门口放了好多超市的那种车，就是推车，就是方便你到大门口取你的快递呀，还有方便面很多东西。然后等于大家都推着一个超市的车在小区里逛，然后最后推回家。所有人，即使你有出入证，你也要经过2道程序。一呢，你到大门口的时候，你要先亮出入证 ，OK， 你有权利进这个小区。第2点呢，就是你必须要测体温，你的体温一定要达标。所有的门口其实都有一个地毯，都有一个消毒的，像我们的电梯也一样。电梯呢，它都会给你摆出一个警戒线，然后同时贴着公告说只准几个人进，大家一定要保持距离。同时呢，电梯每天都是要消毒的，然后你一进去就能闻见很大的那个消毒水了吧。然后那个电梯那个按键上面都会有那种一次性的薄膜，就每天一换的，或者几个小时一换的，因为就怕大家交叉感染。然后同时呢，定时还要往上喷消毒液。然后我也见过别的小区更奇葩的是，他们放了一个那个牙签的一盒贴在那上面，就等于每回你要摁电梯，要从里面拿一牙签，啪一摁，完了那边有一废纸篓，砰扔在那儿。刚才我讲的是我住的方面，那交通方面呢？武汉戒严当天呢，
我第二天其实就去北京的，不管是公交还是地铁，我整整走了一圈儿。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不管是公交司机也好，还是地铁安检的人员，他们其实都已经戴上口罩、戴上防护服，还有护目镜了。然后同时那时候就开始测体温了，反正落实的非常的快。出租车也好，还是滴滴也好，他们同时呢也做了很多安全的一些措施吧。本车已消毒，请您放心乘坐。好嘞，这膜是你们自己贴的还是那个官方给贴的呀？官方给贴的。啊，有专门贴这个地方是吧？对。就一夜之间全都贴了是吧？对，不贴，关键都对谁都负责一点。我们不贴这不允许出车。你们这每天都消毒是自己消还是？自己消。自己消毒，拿酒精壶啥的是吧？对。哦，就每天消完毒，然后得拍下来，给公司发过去看。我们消毒的时候就拍下来了。哦，完了之后开车的时候必须把窗户要打开吗？都得根据乘客的要求。哦，你关上吧，关上吧，看上。啊，我们戴口罩、戴手套，天天的。哦，手套现在也有啊。对。这都自己配的还是官方滴滴给你们的？滴滴给的。滴滴给，那还行，挺仗义哈。对。疫情期间，我去了很多的饭店吃饭。其实最夸张的一次呢，我没有拍那次，我是去吃烤肉。然后呢，首先我到那个烤肉店呢，到了门口，其实还有排位。为什么要排位？比如它有20张桌子，但它其实只能坐10张，它必须要隔一张坐一桌人，就是中间大家要保持好距离，而且每一张桌子只能坐2个人，不能多。如果门口排位的人多了，比如超过2到3桌了，就说你不准排位了，你不许在这里吃，因为他怕很多人聚集到一起。我们要吃了，那他要给我们拿一酒精炉，消毒液往我们全身上喷，叭喷完了之后呢，测体温那是肯定的，测完体温 OK 没问题了，你拿你的手机要扫一下2维码，上面会显示你近15天在哪里。总而言之，就是你这15天必须要在北京才可以。如果我们3个人那不行，只能2个人坐一桌，那另外1个人只能1个人坐一桌。然后同时呢，他们还很贴心的送我们那个酒精壶。然后呢，就那时候其实酒精口罩很难买，但是那些饭店就是只要你在我吃，我就送你一罐酒精。我刚刚也去了一个地方去吃火锅，然后我给你拍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眼。不过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像我刚才说的那么严格，只是简单的测一下体温。好了哈，还得登记啊。好。我刚刚还去了一趟商场，里面的人还挺多，还挺繁华。你进每一个店里面还有单独再测体温，比如我去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只要新来的客人都要测体温，然后呢你要消毒，大家不能坐得很近，必须要隔一段空间才可以坐。同时，只要你不喝咖啡或者不吃甜点的情况下，你就要戴上口罩。它那块都有很严格的一个规定。以上说的就是跟我相关的一些措施。我说实话，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做的真的非常的棒，很到位。大家可以看看国外现在这个确诊人数一直在往上涨，可能跟这方面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们这么没人权或者怎么着，但我说句难听话，你要活还是要死啊，对吧？你先能活了再说人权的事情。当然中国做了相关很多的规定，其实也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在武汉的很多人不能返回自己的城市，或者说这些人呢要强制的隔离，他们可能要自己花钱或自己负担很多的事情，而且同时他们也会隔离，他们也会耽误他们本身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我虽然没有赶上这种事情啊，但是我也能非常同情或理解这些人。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这种条件下只能一刀切这么去做了。当然，中国的经济乃至世界的经济，因为这次疫情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想下一期讲一下关于经济方面的东西，因为我旁边有很多朋友开公司，他们也碰到很多这种很艰难的事吧。